她丈夫继续梦周公去。她是不操心儿女的婚事，孩子们长大了，有他们的想法，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女儿恋爱了，带个男人回来让他们瞧瞧，知道未来女婿长什么样就行，其他的她就不管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儿女大了也由不得父母。他们做父母的只要身体健康，就是帮到了女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欧阳雅醒来时，日经是早上7点多。她拿过手机看了时间后，一咕噜坐起来。从接管家族事业后，她就没有睡到这个点起来的，都是早早起来晨运，然后吃早餐出门上班。可能是暂时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吧，也可能是战家给她的感受良好，她心情愉悦，就睡得沉，一个晚上都没有做梦，还睡到了7点多才醒来。欧阳雅赶紧洗刷换衣服，做完这一切后，她拿起手机匆匆去开门。拉开房门，看到战远站在房门口，正想敲门的样子。见到他拉开了房门，战远很自然地放下了想敲门的手，笑着开口：阿雅，早安，昨晚睡得可好？我为你准备了早餐。虽然家里的厨师做的饭菜欧阳雅也能吃下去，战远还是想亲自为他下厨，要牢牢地抓住他的胃。欧阳雅神色柔和：早安，昨晚睡得很好。我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，暂时卸下重担，如此的轻松。你家里的厨师做的饭菜我也能吃下去，你不必那么早起来亲自给我做早餐的。他还有点担心未来的婆家人会不开心。战远拥住他，然后给他一记早安吻，这才松开他，改而牵着他的手与他一起下楼去。我还是喜欢亲自下厨为你准备每天的3餐，昨晚是回来的太晚了，时间来不及，只能让你将就一下。我是怕你父母家人对我有意见，你难得回家一趟，却还要早早起来给我准备早餐。这句话欧阳雅说得很小声，怕被别人听见。屋里静悄悄的，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都很容易被人听了去。怎么可能？我奶奶把我培养成大厨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，家里人都清楚这一点，我一天不给你做饭，估计我全家人都得骂我，我哥还得上脚踹我呢。战远说道：昨晚吃饭的时候，你若是吃不下去，我奶奶保证会让我去给你做饭，不会让你将就的。战远拉高他的手，在他手背上亲了一下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深情的道：哎呀，我以后照顾你，宠着你，爱着你，你都不要推拒，否则我会觉得你不爱我，或者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不舒服了。至于我的家人，你不用担心他们不开心，看到咱们感情稳定，恩恩爱爱的，他们只会更开心。你也看到我了的兄嫂们都是恩恩爱爱的，他们看彼此时连眉梢上都是情。还有我的父母叔叔婶婶们同样的恩爱，他们都是几十年的夫妻了，还好的如同初恋。我爷爷是不在了，他老人家在的话，你还能看到我爷爷宠我奶奶有多厉害。悠悠山庄就是我爷爷为我奶奶打造的，耗资巨大，在几十年前，可见我爷爷有多爱我奶奶了。战家男人宠妻不是说说的，是真的身体力行，而且是代代继承，还没有出现过例外。原生家庭太好了。欧阳雅浅笑：好了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你看路要下楼了呢，小心摔着了。战远这才牵着他的手继续下楼去。安安静静的，大家都还没有起来，还是他起来的最晚。战远答道：奶奶和我妈早早就起来了，他们给我大嫂送早餐，大嫂今天出院，等会儿其他人应该也会去医院。欧阳雅羡慕地道：你大嫂真的好幸福，大家都对她很好，生个娃出院了，婆家人都去接她，也看出了海彤在婆家的地位，那是无人能超越撼动的。长子长孙媳妇吗？以后战家的当家太太，她的地位必须牢固，那样才能当好家。为了将好家风传承下去，上到老太太，下到九少，他们都会给海彤最大的尊重。
不会让其他少奶奶超越海童的。阿雅，我也会让你活成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的。欧阳雅心里也清楚战家对海童那般看重的真正原因，换成他是战家的长辈，他也会这样做。既然选定了长子、长孙、媳妇当家，就要给当家人足够的尊重及权利，那样他才能当好这个家，也让弟妹们不敢对大嫂造次。他还没有见到海童，不知道海童魅力如何，但能让战印爱上的女人，想来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听战远说，他们兄弟几个的媳妇儿都是奶奶提前相中的，海童虽然也是，却有点例外。奶奶认识海童后，打听到海童的生辰八字，拿去找大师算过，确定了海童与战印有着一世夫妻缘分，老太太才会极力的撮合战印和海童。因为战印的正缘薄弱，错过了一次就会一辈子打光棍。别人羡慕我就好了，不要嫉妒和恨。欧阳雅笑道，不过就算没有你，我也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她年纪轻轻就成了欧阳家族的当家人，身价不菲，在 A 市她是活脱脱的女首富。比起那些依附着丈夫而活的少奶奶、阔太太们，她却能当家做主，大小事她说了算。有钱有势，又不用看人脸色，没有人能管得了她，这才是那些女人羡慕嫉妒的原因。战远笑，那你让我活成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吧。阿雅，以后你宠着我，爱着我，让我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。欧阳雅失笑不已，感情是相互的，你对我好，我就会对你好。放心，我会将你放在心尖上。战远现在都宠他在心尖上，爱他如命。你这张嘴是越来越甜了，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。相爱的两个人陷入热恋时，那甜言蜜语张嘴便来，都不用刻意去学习。这边的小情侣卿卿我我的，那边的海童已经在吃早餐了。老太太抱着小曾孙，边逗着边对唐君叶说道，这孩子越看越像彤彤。唐君叶也凑过来看宝贝孙子，嘴上答道，那是彤彤怀胎10月生的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像彤彤那是应该的。儿媳妇的颜值也很高，孙子像儿媳妇，以后也会是个小帅哥。只要孙子健健康康的，像儿子还是像儿媳妇，唐君叶都没有意见。孩子一天一个样，现在看我们家宝贝比出生那会儿可爱多了。唐君叶这句话暴露了孩子刚出生时，他们都觉得孩子有点丑，好吧，是他们见到的小孩子都很可爱，像洋洋、龙婷还有君家的那几个小家伙，哪一个不是俊俏可爱的小家伙？老太太说道，咱们家的孩子什么时候都是可爱的。宝宝，咱们今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哦。老太太满脸的慈爱。小家伙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睛，他看着老太太咧嘴笑。出生才几天的孩子，他的笑不是看到某人就笑，那是他的无意识的笑。老太太一把年纪了，当然知道这些，但她还是很开心，对儿媳妇说道，宝宝笑了，笑得好可爱啊，他对我笑，我的心呀都融化了。唐君叶逗着孙子，宝宝对奶奶笑一个。小家伙又笑。唐君叶开心的道，他像是能听懂似的，这孩子以后肯定是个爱笑的，不会像阿印那样整天绷着一张脸，活像谁欠他几百亿没还一样。正在收拾东西的战印，妈，你不能有了孙子就踩你的儿子，我有那么不可爱吗？你呀，与可爱是沾不到边的，从小到大都是板着一张脸，特别严肃。你以为你的弟弟们都怕你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你那张脸，多亏了彤彤融化了你，让你知道笑了。你没有结婚之前，妈都很少看到你的笑。老太太接话，阿印是我和老头子带大的，你看不到他笑很正常，问题是我和他爷爷也很少能看到他笑，他开心也是板着一张脸，不开心也是黑一张脸。他爷爷说他城府深，我觉得呀，是他不知道怎么笑。他不接话，免得奶奶和亲妈继续踩他。他怎么不知道笑了？未婚前他也笑过的，
只是笑的次数很少而已。海童吃饱喝足了，战印收拾碗筷去清洗。沈小军和苏南敲门进来，他怀里抱着一束鲜花。战印看到小夫妻俩，说道：“这么早就来了？海童今天出院，我们早点过来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收拾的。”沈小军答道：“他的儿子交给婆婆照看半天，那小子不挑嘴，母乳和奶粉交替着吃，他不在家就喂奶粉，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吃过母乳后就不肯再吃奶粉。”苏南则是说道：“反正今天周末，我不回公司，陪我老婆过来接童姐出院。战印天天在医院里照顾老婆儿子，都不知道星期几了。”他问了句：“今天周末了吗？”“我都不知道星期几了。”苏南说道：“你都不管公司的事了，自然是不记得星期几，最近可忙死我了。等童姐出院后，你可得回公司上班，哪怕只上半天班也好。”战印不理他。海童坐月子，他要当奶爸，既照顾儿子也是照顾爱妻。公司的事有几个堂弟管着，少他一个。战氏集团照样正常运转，又不是刚接班那2年，他都接管战氏集团近10年了。苏南留在小厅里和在洗手间里洗着碗筷的战印说话，沈小军则抱着花束进了里间。彤彤，沈小军见好友都换过了衣服，笑道：“看你是迫不及待要出院呀，出院手续还没有办好吧？你衣服都换好了。”他将花束递给海童，海童接过了花束，说了句谢谢，便笑：“我在医院住的时间比你长得多了，我是提前入院待产，你是急产，生完就住2-3天便可以出院回家。谁喜欢在医院住着，肯定是迫不及待的想回家。生娃是喜事，但他也不喜欢待在医院，还是自己家里更舒服。”沈小军笑：“小姨，小姨。”洋洋的叫喊声从外面传来，那小子是人未到升仙道的。洋洋一路跑进来的。陆东明连轮椅都不坐了，加快脚步走着，边走边叫喊：“洋洋，你别跑那么快，小心摔倒了。”海玲则是提醒他：“东明，你不用担心他，顾好你自己，你不能走那么急。”洋洋跑得飞快，她不担心儿子，就担心还没有完全康复的丈夫会因为着急摔倒了。陆东明的双腿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一旦摔倒又会痛上好几天。洋洋已经跑进了房里，就往海童怀里扎去。沈小军拉了他一下，笑道：“洋洋，你像头小水牛似的冲进来，就往你小姨的怀里扎去，小心别碰到你小姨，小姨身体还没有恢复的，现在也还不能抱你。”海童也笑：“慢慢来，小姨抱一下，好久没有抱我们洋洋了。”他蹲下身去，张开双臂，等着外甥入怀。洋洋钻进他的怀里，他收紧手臂，并没有抱起洋洋。虽说他是顺产的，但才生完没几天，他不敢抱洋洋。小家伙现在有点重量的了，怀孕后期他是不敢再抱洋洋，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抱过这小家伙了，怪不得他一头就要扎进他的怀里。洋洋也紧紧地搂抱着海童，在他的怀里磨蹭着：“小姨，我好想你，你好久没有抱过我了。等小姨出了月子，就抱我们洋洋哈，洋洋永远是小姨心里最可爱、最懂事的外甥。”海童猜测这小家伙是担心他生了孩子不疼他了，他从出生到现在5岁，他都帮着带。姨生的感情很好，他是将外甥当成儿子来疼爱的。小姨，我好爱你。海童宠溺地道：“小姨也爱你。有了弟弟后，小姨依旧会爱你的。洋洋，在小姨这里，你和弟弟是一样的。小姨不会有了弟弟就不疼爱你了。”